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期待已久的《毒舌女王》第二季终于隆重登场了，我们也第一时间赶来分享本剧。故事一开始就回忆了上一季的内容，讲美第奇家族的孤女凯瑟琳如何华丽转身，成为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在经历了丈夫意外死亡、儿子病故的一系列悲剧后，凯瑟琳终于排除异己，把未成年的儿子查理九世推上王位，自己稳坐到皇太后的位置上，手握至高王权。即便如此，她依然把自己的算计和野心藏在一袭黑衣之下，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当大家以为她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生活时，不曾想她用一个 F 开头的单词总结了这一切。女王一如既往地透过屏幕分享她的心得体会，生命的意义在于，为了生存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女王的答案是，她愿意做任何事。故事来到1572年，此时的凯瑟琳已经摄政10多年了。为了庆祝国王的成年礼，凯瑟琳安排了一次法国大巡游。此时的法国农民贫穷而愚昧，他们对腐败的天主教会越来越失望。皇室的巡游成为这痛苦生活里的一件乐事，不仅可以看小丑和杂耍表演，还可以近距离观看一身华服的国王。凯瑟琳的几个儿女挤在马车里百无聊赖，经历了一路的乏味颠簸，一个个疲惫不堪。国王查理九世的弟弟亚历山大安茹公爵对国王哥哥处处讽刺挖苦，查理九世尽可能地忍让着。当身着华服的查理九世在弟弟亚历山大安茹公爵、最小的弟弟赫拉克勒斯、妹妹玛格、姐姐伊丽莎白的陪同下站在马车前讲话时，忽然衣衫破烂的民众热切地扑了过来，查理吓坏了，卫兵忙着阻拦，红衣主教也被推倒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妇女跪倒在地，民众也跟着跪倒在地拜叩国王。女王得意地表示，永远都不要低估模范的力量。回到皇宫，吉斯加两兄弟就在枢密院会议上大吐苦水，认为这次巡游就是对王权秩序的挑战。波旁家的胖子开口讽刺，是对天主教的挑战吧？主教马上不爽了，争辩道，王权神授，要是民众都不信教了，国王也就危险了。女王秉承不偏不倚的态度，认为枢密院的责任就是让民众支持国王，而不是因为害怕上帝的惩罚和恐吓而支持国王。主教反驳，民众都是不会思考的牲畜，上帝的鞭子是驱使他们最好的方法。这种露骨的说法瞬间受到大家的反对。波旁家则认为现在是难得的和平盛世，法国与圣罗马、英国都和睦相处，国内也没有动乱，现在正是搞经济的好时机。波旁家的胖子提出与英国女王签订贸易协议，吉斯家马上反对，认为这是通敌卖国，英法两国教不同，不相为谋。波旁家则认为，让人民挣钱富裕才是王道，人民过得好了才会更拥护国王。女王觉得不能操之过急，虽然世俗化是一大趋势，但是得一步一步来。这一句世俗话就让吉斯家崩溃了。主教强调，天主教已经存在了1600多年历史了，绝不会在现在死去的。女王马上怼过去，那就你去死。主教瞬间无语，于是吉斯两兄弟把希望寄托在查理国王身上。没想到查理直接接了一句，我妈的意见都是最好的意见，瞬间就让吉斯两兄弟彻底闭嘴了。查理九世在枢密院会议上的表态很快就传遍了宫廷，亚历山大安茹公爵更是当面就嘲笑国王哥哥就是毫无主见的家伙。查理辩解自己只是在向母亲学习执政，但安茹不想放过这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不停地冷嘲热讽。此时的凯瑟琳也很不爽，女儿伊丽莎白和玛格对这次巡游怨声载道，认为母亲为了瓦卢瓦家族的声望不顾别人的感受。就在凯瑟琳和女儿们努力争辩时，宫女传来消息，查理九世和弟弟安茹公爵打了起来。凯瑟琳匆匆赶到，阻止了两人的闹剧。查理大声地埋怨母亲，就是因为他偏爱安茹才让他如此僭越。凯瑟琳询问安茹，安茹公爵觉得自己比哥哥更聪明，但却无处施展，要求进入枢密院，被母亲一口拒绝，警告他的责任就是要努力辅佐国王哥哥。要说这孩子多真是累人，青春期、叛逆期，加上个个都有野心上位，可惜王位只有一个，
这个当妈的深感孩子大了不由娘，苦闷的凯瑟琳独自来到树林里找术士，诉说自己不断重复的一个噩梦。一面镜子里有一窝蛋，但只有一只腐化成了鸟儿自由飞翔，其他的蛋都夭折了。术士提醒他，梦里有10个蛋，而他刚好有10个孩子，然后告诉他若有所求必有所舍。凯瑟琳想起丈夫亨利，她不愿意用孩子来做代价，扭头就走。术士安慰道，还好10个已经死了4个，剩下的选择起来就不会很难了，真是句句扎心。郁闷的查理九世询问妹妹玛格，母亲是否真的会让自己亲政。玛格鼓励哥哥凡事都要自己争取。拉希玛垄断了宫廷供货商的甄选权，并以此大吃回扣，而且还控制着宫廷的所有书信来往和内部消息，宫女们都是他的耳目。皇室重臣蒙莫朗西的养女伊迪丝专心于传教和教会的慈善事业，对养父支持皇太后很反对，话里带刺儿的挖苦让蒙莫朗西很无奈。吉斯公爵夫人忽然来看望儿子们，她认为自己不能对挑战吉斯家的行为袖手旁观。新教是吉斯家的最大威胁，如果按照新教的主张，民众可以直接跟上帝交流，那么他的主教儿子就失业了，同时吉斯家也就地位不保。为此，必须让把持朝政的凯瑟琳皇太后明白，皇权是与天主教绑在一起的，没有天主教会的控制，人民就会迷失在谣言和愤怒里，到时候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挑起一场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让凯瑟琳知道2个宗教无法和谐相处，他就肯定要选择势力大根基深的一方。但儿子弗朗索瓦将军坚决反对，理由是玛丽王后在苏格兰的失败作为前车之鉴，所以母亲的计划失败几率也很大。吉斯公爵夫人对儿子的反对毫不介意，执意要开始策划此事，而且儿子弗朗索瓦也休想独善其身。另一边，波旁两兄弟对凯瑟琳王后在枢密院会议上的发言颇感欣慰，乐观地认为形势正在变得对波旁家有利起来。波旁家支持新教，并且希望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签订贸易协定。为此，胖子建议哥哥安托万把身为小国纳瓦拉女王的妻子和儿子亨利接回来，这可让安托万的恐妻症都快犯了。凯瑟琳找来蒙莫朗西，希望他帮助自己安抚一下查理九世。蒙莫朗西奉命前往，查理九世却认为蒙莫朗西完全低估了母亲对权力的野心，儿子已然对母亲心生嫌隙。玛格在回廊上偶遇吉斯家的弗朗索瓦将军，玛格谈起讨厌这次巡游，而且讨厌成为母亲手里的一个木偶。弗朗索瓦顺手送给他一本书，玛格随手打开书页。安托万的妻儿很快就被接过来，这个叫亨利的男孩将来会成为法王亨利4世，但这是后话了。由于安托万的妻子胡安娜是虔诚的新教徒，又是纳瓦拉的女王，因此波旁兄弟希望他能够帮助牵线搭桥，通过他认识的英国新教大臣联系伊丽莎白女王，表达波旁家希望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意愿。胡安娜倒很精明，她分析着，法国是纳瓦拉王国的威胁，又是天主教的天下，与笃信新教的自己可谓水火不容，帮助法国就等于在帮敌人的忙。但是往深里看，促进英法往来就可以利用英国的新教渗透法国，又可以提高丈夫在枢密院的影响力，可谓一箭双雕。不过安全起见，胡安娜觉得皇室对新教的态度才是决定这个忙帮不帮的关键所在。于是他提出，只要国王亲临新教教堂以示友好，那么自己就会全力促进英法贸易协定。说干就干，波旁两兄弟第2天就找到查理九世，一通马屁，拍得查理九世开心之余，大声宣布自己作为国王的梦想就是打造一个为人民造福的、没有战争的自由贸易世界。波旁两兄弟顺着话就邀请查理跟他们一起去参加皇宫附近的一座新教教堂的聚会，以证明国王的开明和一视同仁，同时还可以获得新教民众的支持。国王谨慎地答应考虑一下。吉斯公爵夫人顺利地从将军儿子的男朋友那里买来了2人的情书，然后用公开这些信来威胁儿子，儿子只能屈服了。
夜晚，国王忽然来找波旁兄弟，宣布趁着夜色马上微服启程去那座新教教堂，但这一切都要瞒着母亲凯瑟琳皇太后。这座离皇宫近的小教堂正是伊迪丝传教的教堂，信众里还有凯瑟琳的陪嫁女佣和她的徒弟。正当伊迪丝朗诵着圣经之时，门外忽然马蹄声阵阵，弗朗索瓦将军率队围住了教堂，封上了大门，开始火烧教堂。得到消息的拉西玛冲进了皇太后凯瑟琳的房间，发现皇榻上赫然躺着蒙莫朗西，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凯瑟琳披上衣服来到儿子查理九世的房间，发现床上空无一人，恐惧感瞬间扼住了他的喉咙。火光熊熊的教堂，惨叫声伴着刺鼻的味道弥漫树林，术士静静地站在树林中注视着。国王的失踪让整个皇宫都被惊醒，凯瑟琳打算亲自去找儿子，忽然儿子回来了，进门就忙着跟母亲道歉。虚惊一场的凯瑟琳抱着儿子亲了又亲，喃喃道：“人没事就好，并且招呼着孩子们都回屋子睡觉。”然后扭过头，面露凶相。波旁两兄弟还想打岔，结果一人领了一鞭子。凯瑟琳怒斥两人为了一己之力，差点把自己的儿子害死。看着气头上的皇太后，两人敢怒不敢言地溜了。一旁的蒙莫朗西顿感不妙，快马加鞭地冲向养女的教堂，但那儿只剩下一片废墟，踩着灼热的灰烬，蒙莫朗西绝望地搜索着女儿的痕迹。枢密院会议上，蒙莫朗西认为这是一场谋杀，因为门被从外面锁上了。波旁兄弟指责吉斯两兄弟就是凶手，特别是弗朗索瓦将军半夜带队出去行踪可疑。这起纵火事件就是一起针对新教的宣战，而且还试图谋杀国王，谋杀波旁贵族。必须把吉斯家的弗朗将军送上法庭审判。面对波旁兄弟激昂的声讨，吉斯家两兄弟异常冷静，拒绝承认任何指控，淡淡的反驳说，也许这就是不满新教的信徒干的。新教如果想为此向天主教宣战，那就等于在向皇室宣战。说完就扭头看向查理九世，查理九世则忙着问蒙莫朗西。蒙莫朗西咬牙切齿地表示，一旦找到证据是弗朗将军干的，那自己会亲手割下他的脑袋。凯瑟琳赶紧打断，称皇室既不会放过惹是生非的，也不会放过借题发挥的。现在双方情绪激动，不易于解决问题，先散会冷静一下再回来谈。临走时，吉斯和波旁两家还忍不住互放狠话。凯瑟琳明白他们两家都在背后玩阴的，儿子也识趣儿地起身溜走。凯瑟琳安慰愤怒的蒙莫朗西，自己不是想包庇弗朗将军，而是想要阻止一场内战。待皇室地位稳固，国家繁荣昌盛之时，绝对支持蒙莫朗西的复仇，这才勉强压下了蒙莫朗西的复仇之火。凯瑟琳很清楚，即便大权在握的人，也没有为所欲为的资格，一步踏错就有可能彻底覆灭。兄弟姐妹们对这场意外各有想法，亚历山大很关心这事儿，至少表面上显得很担心国王哥哥。查理九世根本不领情，寻思着刚打过一架呢，这又是在找茬看笑话呢吧。不过这件事儿确实让他很沮丧。正在试穿新衣的姐姐伊丽莎白认为，听从母亲的安排是最简单最万无一失的方法。查理本来就明白这一点，却还非要瞒着母亲自作主张，差点闯出大祸。然后就要求妹妹玛格也去做一些新裙子打扮一下，但是妹妹玛格表示自己更愿意把钱拿来捐给穷人。姐姐嗤之以鼻地认为，外表漂亮就可以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挑一个国王，成为皇后就可以支持查理九世的统治。小弟弟弗朗索瓦很赞同姐姐的选择，亚历山大则一脸嫌弃地看着姐妹们斗嘴。玛格不赞同也没有反驳，只是表示很同情那些被烧死在教堂的无辜信徒。亚历山大则认为，还不如担心一下国王哥哥，这是一场谋杀，传闻是吉斯家的弗朗将军干的。这话令玛格非常意外，他完全不相信。而亚历山大言之凿凿地告诉他，吉斯家这么做就是想引起一场内战。查理九世赶紧打断，认为没有证据前不能妄下结论，祸从口出的道理也适用于皇室。接着他话锋一转，认为玛格是应该做一条新裙子，所谓施舍不过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美德的虚荣心罢了。那些捐款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贫穷，但这种争执却会引起家族内部的不和睦。有了国王弟弟的支持，伊丽莎白得意地接过话炫耀道，
比起那些捐款和慈善，民众更喜欢崇拜和追随华丽时尚的外表所彰显的财富、地位、权力。这条法则亘古不变。亚历山大也赞同姐姐的看法，而且如果没有皇室贵族成为穷人的梦想偶像，他们就只能关注自己悲惨的人生了。不过亚历山大马上直言，姐姐穿这条新裙子真的很难看。伊丽莎白气得当场就脱了裙子，并表示亚历山大穿上也好看不到哪儿去。结果亚历山大还真的穿上了。妈哥趁机讽刺亚历山大穿着比姐姐好看多了，并且干脆给她涂上了口红。弟弟则拿来了粉扑。这一通恶作剧被忽然到访的胡安娜和儿子亨利碰了个正着。胡安娜看着这个男扮女装的亚历山大，顿时恶心至极。本来想带着儿子来和瓦卢瓦家族的儿女们凑凑近乎，却没想到王子公主们竟然这么不男不女的，而且还当着国王的面，他担心他们带坏自己的儿子，话中带刺儿的讽刺查理九世作为国王不作为，然后就忙着告退，闹得查理九世更为不爽。术士忽然出现在凯瑟琳的寝宫，凯瑟琳并不欢迎他。身为皇太后，如果被人传言和黑魔法有关系的话，会让眼前的宗教之争变得更为复杂。术士却觉得黑魔法可比这两个水火不容的宗教好多了，说着就提起前一晚的火灾，表示自己就在现场。凯瑟琳从术士口中确认了此事就是吉斯家所为，术士也表示会守口如瓶，但他警告凯瑟琳小心仇恨。从古至今，仇恨的故事是最容易传播和被记住的。说完，术士就告别了，留下焦头烂额的凯瑟琳。吉斯公爵夫人对儿子大加赞赏，她一边把那些情书还给儿子，一边期待着这把火能掀起真正的战争。弗朗将军对母亲敢怒不敢言，忙着把信扔进了火里，以免节外生枝。吉斯家的安托万一想到要打仗，就打起了退堂鼓。胖子在一边试穿铠甲，一边解释，凯瑟琳皇太后一定会让步的，在此之前，样子也必须要装一装。安托万这才反应过来，哦，原来只是虚张声势。他马上建议，不然改信天主教吧。胖子告诉他太晚了。安托万认为找到心之所向，什么时候都不晚。但胖子真诚地表示，现在家族责任和兄弟情谊大于信仰。说的安托万无言以对，只能拍着兄弟的肩膀赞美道：“兄弟穿上铠甲，看起来像个漂亮的蛋。”轮到安托万一脸无奈地试穿铠甲时，凯瑟琳皇太后推门而入，看着波旁两兄弟正在摩拳擦掌的备战，凯瑟琳表明来意，希望波旁家明白，这起惨案没有直接证据可以给吉斯家定罪，即便找到证据，吉斯家也可以随便找几个替罪羊，所以还不如把注意力放在未来，比如与英国商讨贸易协定，届时多多的挣钱机会就能安抚新教徒的伤痕。说着就问起波旁家对此事的看法，胖子马上把邀请胡安娜来斡旋此事的计划说了出来。凯瑟琳满口答应并同意公开此事，但是禁止私下签订任何条款。达到目的的波旁家痛快地答应下来，并高呼万岁。看着凯瑟琳离开，两人迫不及待地安排人收拾铠甲扔回仓库。接着凯瑟琳就来到了吉斯家，吉斯公爵夫人极不情愿地起身行礼。凯瑟琳直言自己知道此事的幕后主使就是公爵夫人，这两个妈宝根本没有这脑子。弗朗将军马上反唇相讥，认为可以展开谈谈妈宝这件事儿，暗讽查理九世才是顶级的大妈宝。凯瑟琳懒得接话，她警告吉斯家，为了避免战争，皇室不得不包庇弗朗将军，而作为交换，吉斯家必须与众贵族一起掏钱修建一座宏伟的宫殿。这座宫殿应该就是杜伊勒里宫。一贯吝啬的公爵夫人马上拒绝出钱，凯瑟琳威胁，不出钱就等着亲儿子弗朗将军被送上法庭砍掉脑袋。公爵夫人更进一步，那天主教信徒就会造反。凯瑟琳硬刚道，皇室不介意与天主教决裂，而且不论结局如何，弗朗将军的脑袋都保不住。公爵夫人当然不能开局就先送一个儿子的人头，泄气之余不甘心地断言，皇室最终要在两个宗教中做出选择的。凯瑟琳坚决地说，那自己会选择法国的稳定和和平。吉斯主教不相信有人肯出钱，皇太后告诉他，只需要有一个领头羊，其他人就会争相掏钱。这个领头羊就是凯瑟琳的老对手戴安。亨利死后，戴安就搬出了皇宫，几乎被人淡忘了。凯瑟琳的突然造访让戴安倍感意外，
但他依然不失时机的要用一场等待小小的羞辱一下凯瑟琳。见面后，戴安掩饰不住的恭维凯瑟琳，有事儿做可真是幸福。凯瑟琳则赞美戴安身残力坚的把住处装修得很时髦。戴安怨恨地表示，那还不是因为凯瑟琳把自己赶了出来。不过他马上收起怨恨，表示那只是命运使然。凯瑟琳却马上接过话，指责戴安勾引未成年的亨利的行为不能算作是命运的安排。戴安解释道，自己未成年就嫁给一个比亲爹还老的老头子，而且未成年的凯瑟琳被指婚给陌生的王子，这如果不算是命运安排，那就只能算家族事务了。不过经历过苦难，就不会把苦难强加给自己的孩子。凯瑟琳也表示赞同，两个母亲暂时找到了共同的立场。戴安谄媚道，自己很想念王子和公主们，至少他对这些孩子付出的陪伴和爱，甚至超过自己的女儿们。殊不知这又触到了凯瑟琳的痛处。凯瑟琳并不感动，而是冷漠地表示每个人都付出了代价，心中暗念，戴安在那些年仗着亨利的宠爱抢走了自己身为母亲的位置，现在还好意思提，脸真大。背叛了凯瑟琳的药剂师女儿早就对站错队郁闷不已，凯瑟琳的出现让她看到了转机，于是话里话外的格拉西马套近乎，表达自己愿意效力的愿望。没想到戴安扭头就支走了他。戴安询问凯瑟琳的到访是不是跟那场教堂火灾有关。凯瑟琳直言，亨利二世生前赠给了戴安大量的珠宝首饰、土地、森林和田地、海外资产以及运输的船只，这些财富让戴安富可敌国，自己没有利用权力收回这些，只是想开口请他帮个小忙，带头捐钱修一个宏伟的宫殿，用恢宏的标志性建筑来提升民众的自豪感、爱国热情以及转移矛盾和注意力。聪明如斯的戴安马上答应下来，但顺带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请凯瑟琳特许自己把遗产留给女儿们，因为当时的继承法，家族财产只能由儿子继承，戴安没有儿子，女儿们如果能够得到这些遗产，就不必受制于婚姻。凯瑟琳也爽快地答应了，并要求戴安在自己前去意大利筹款的时候帮忙照顾自己的儿女们，这令戴安受宠若惊，马上提出想和凯瑟琳成为挚友。凯瑟琳当场拒绝了，戴安根本就是个老狐狸，凯瑟琳吃了他那么多的亏，怎么可能还会相信他？这一次不过是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罢了。安托万迫不及待地想把老婆胡安娜支走，他告诉胡安娜，皇太后已经接受了和英国的贸易协定，所以妻子应该尽早动身去英国比较好。胡安娜也正想离开这个无趣的丈夫，但这一次她决定把儿子亨利留下。安托万一想到要管孩子就崩溃了。同样身为父亲的蒙莫朗西却对养女之死痛不欲生，反复在火场搜索，却一无所获。闻讯而来的民众虔诚的笃信这就是神迹。伊迪丝带领信徒们穿过烈火，走向了永生。这个传闻甚至连弗朗将军的情人也听信了，他请求弗朗将军原谅自己，为了钱卖了那些情书，却没想到弗朗将军用一个死亡之吻来结束了这场背叛。凯瑟琳准备出发去意大利筹钱，临走前，她一不小心撞破了儿子查理九世的特殊嗜好，儿子崩溃的大喊，凯瑟琳却淡定地转身离开，并不忘威胁一下侍卫把嘴闭上。凯瑟琳对皇家这种私生活混乱已经见多不怪了，她豁达地解释这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法。分别的日子转瞬即至，凯瑟琳将要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意大利，儿女们都齐聚一堂与母亲道别。凯瑟琳特别嘱咐国王儿子查理，查理努力掩饰着尴尬，凯瑟琳轻声鼓励儿子，国王的自信是获得臣民拥护的前提，而自己作为母亲无论如何都会支持和相信儿子。这些话让查理倍感鼓舞。然后凯瑟琳就向孩子们嘱咐，要对国王哥哥绝对的尊重和服从，并敲打亚历山大安茹，不准给哥哥添乱。要求吉斯和波旁两家和平共处，示意蒙莫朗西自己的嘱托，然后转身离开。凯瑟琳刚走，吉斯和波旁两家就互相讽刺挖苦。玛格询问弗朗将军火灾是否真的是他所为，弗朗将军狡猾地否认了。玛格长舒一口气，这姑娘真是单纯好骗啊。
离开皇宫的马车上，凯瑟琳问起失踪的陪嫁女佣和她徒弟。拉西玛告诉他没有任何消息，但有消息称这场火灾有幸存者，这令凯瑟琳又担心起来。吉斯家的弗朗将军更是在深夜前往烧毁的教堂探查，没想到在树林里遇见了拿着火把从四处聚集而来的信徒，他们在森林中集结，一起倾听来自一个女传教士的布道。这个女传教士竟然就是蒙莫朗西的养女伊迪丝，而她身边还有凯瑟琳的陪嫁女佣以及受伤的徒弟。蒙莫朗西在树林里找到了养女伊迪丝，她果然没死，带着信徒们从大火中逃生，成为民众广泛传颂的神迹。蒙莫朗西找到了养女，欣喜之余又对那些不断慕名而来的信徒感到担忧。这些新教信徒不断制造针对天主教堂的暴力事件，传播不利皇室的言论，迟早会带来大麻烦。但亲身经历了暴力纵火的伊迪丝充满了愤怒，他坚持认为以暴制暴是唯一的方法，声称如果这会引起皇室的镇压，那就看看上帝站在哪一边吧。上过战场的蒙莫朗西认为，任何暴力都是以平民的性命为代价的，所以最好不要把事情扩大到必须用暴力来解决。他提出把弗朗将军送上法庭，用一场公正的审判来平息此事。伊迪丝嘲笑养父简直幼稚的可笑，这世间从来就没有不争取就能得到的公平。既然养父坚持，那就姑且一试。在这树林里的人群中，陪嫁女佣里顶替了裁缝位置的异教徒美女，正在焦急地照顾着被严重烧伤的小学徒马蒂斯。不论他怎么劝说，小学徒都不肯离开，因为伊迪丝告诉小学徒，只要诚心的祷告就能得到救赎。异教徒美女希望伊迪丝能够告诉小学徒去看医生，否则伤口继续恶化下去会危及生命。没想到伊迪丝拒绝劝说，冷漠地表示死也是一种解脱，而且威胁如果敢擅自带走他，那就等着被惩罚。这让陪嫁女佣很无语。伊迪丝黑化的可真快。正当异教徒美女不知所措，药剂师女儿跟着戴安回了宫殿。她来到树林，找术士询问异教徒美女的下落，并诉说后悔当年的背叛，想重新回到凯瑟琳身边。术士告诉她，只有变得不可或缺，才能得偿所愿。说完，塞给她一把草药。果然都是一起陪嫁来的，感情深厚啊。当时凯瑟琳从佛罗伦萨的教皇叔叔那里挑选了5个人：异教徒美女、药剂师女儿、侏儒修女、术士，还有裁缝。裁缝被怀疑杀死太子而被车裂。侏儒修女在上季末因为刺杀蒙莫朗西失手后而选择离开，药剂师女儿背叛了凯瑟琳，投靠了戴安。现在凯瑟琳身边的陪嫁来的老人也就剩下了异教徒美女和术士了。凯瑟琳正在拉西玛的陪伴下埋头吃着早餐，完全对故乡优美的风光视而不见。拉西玛问女王，为何对故乡没有一丝眷恋？女王坦言，这鬼地方让她一出生就一无所有，相比之下法国更像她的家，所以她希望尽快搞定手头的事儿，回法国去。她来到著名银行家特斯罗奇的宅邸借钱，女王提出贷款修建宫殿，然后由国库偿还。至于国库的钱来自哪里，女王解释，钱来自和英国的贸易，英法贸易协定即将颁布。女王深悉，出售自己没有的东西就等于在钱庄外撒泼，但每次都行之有效，因为女王家族就是开钱庄的。果然对方同意了贷款，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让佛罗伦萨公爵，也就是亚历山大·德·美第奇来监督整个项目的进行。这个人大概是美第奇家族的北非远亲吧，说错是近亲。亚历山大自称是凯瑟琳同父异母的哥哥，凯瑟琳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哥哥颇感意外，同时满身心的抵触。说实话，我都看抵触了。看美剧要没个黑人就没法拍了，是吧？哎，继续。在得知法国想磋商贸易协定，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匆匆来找被囚禁在塔里的玛丽。被凯瑟琳骗回来的玛丽处境凄凉，不仅从此与法国王位失之交臂，还被苏格兰的贵族推翻，逃到英格兰后被伊丽莎白关在了塔里。面对这个强势的表亲，玛丽小心翼翼地谨言慎行，一边抱有希望，一边充满畏惧。对方显然是为了法国这个美第奇皇太后来的。他问起这位法国实权者的信仰，玛丽解释自己这个前任婆婆没有宗教信仰。
他只相信他自己，他愿意为他追求的东西做出任何牺牲。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持国家的和平稳定。伊丽莎白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转身就走。玛丽忙问：“那自己怎么办呢？”伊丽莎白草草地丢下一句：“当条件允许时，就会酌情处理。”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门，伊丽莎白就告诉莫顿勋爵，为了在贸易协议中迫使法国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在法国挑起宗教战争，让这个美第奇家族的女人接受英国提出的贸易条款。至于这个苏格兰表妹，等时机成熟就直接砍了脑袋，留着也没用。很快，胡安娜就在莫顿勋爵的引荐下见到了正在皇宫里打锤球的伊丽莎白，这装束妥妥的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红桃王后。伊丽莎白张口就夹枪带棒的把火烧新教教堂的事儿问了个遍，然后就拉着胡安娜去逛街，唯独不谈贸易协定。胡安娜只敢小心地应付着。安茹王子和一群贵族纨绔外出打猎，路上扯着闲篇儿。当他们经过一群伐木的农民，有人大喊：“王子就是基佬！”而且还冲安茹扔了一团烂泥砸在脸上。看着对方人多势众，安茹只能充满羞辱地逃跑了。回到皇宫，兄弟姐妹们正在花园里玩耍。安茹怒气冲冲地抱怨自己被烂泥糊脸的遭遇。查理九世觉得好笑，安茹希望国王哥哥帮自己杀几个人泄愤。这个话遭到所有人的鄙视。姐姐伊丽莎白教训弟弟，要行为得体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气得安茹大声争辩。皇室众人就是不劳而获的窝囊废，与其奢望得到尊重，不如制造恐惧来的实在。看到大家都不想插手，安茹决定自己想办法报仇。没想到国王哥哥警告他不准去，而且还要保持皇家礼仪才能离开。安茹几乎崩溃地向哥哥行礼告退。这一闹以至于养母戴安回到皇宫，安茹都没有出现。大家热情地欢迎了这个曾经比母亲还亲的女人。安茹独自跑到教堂向上帝寻找安慰。吉斯家的主教趁虚而入，颇感同情地表示，如果其祖父在世，一定会烧掉整个村子，这我倒是相信。想起第一季老国王弗朗索瓦因为搜出一张带有侮辱性的纸片，就不问青红皂白的让2个儿子杀了马夫全家。安茹听到吉斯公爵这么说，有些动容，但接下来主教话锋一转，认为此事就是新教徒干的。安茹马上起身敬而远之。吉斯主教凶相毕露地警告安茹，王权神授，瓦鲁瓦家的皇冠都是由他红衣主教亲手给戴上的。如果哪一天国王必须在弟弟的异装癖和民众的愤怒之间进行选择，吉斯主教的态度将会决定安茹的生死。这一席话让涉世不深的安茹颇感惶恐。正当吉斯家的这个老狐狸欺负梅妈在身边的小雏鹰欺负得过瘾时，戴安走了进来。主教赶紧夹起狐狸尾巴，一边打招呼一边暗讽戴安的失势。可戴安是谁啊？当年独揽圣宠的时候，吉斯家2兄弟都只有排队巴结的份儿。戴安轻描淡写的就给怼了回去，招呼安茹和自己离开教堂。出来他就警告安茹不要受吉斯家的蛊惑，然后安慰安茹，不论他喜欢做什么都无可厚非，但仅限于私人空间，在公众场合就要维护皇室的尊严，维护父亲亨利2世以及祖父弗朗索瓦1世的荣誉，要听母亲凯瑟琳的话。一席话就让安茹豁然开朗。看到这儿，忽然对戴安充满好感。有戴安坐镇，对于无法分身的凯瑟琳来说，这个后方算是稳了。可是有些事儿真是防不胜防。波旁家2兄弟终于在牌桌上棋逢对手，这个年轻的亨利把老爹和叔叔都打得丢盔卸甲。这时胡安娜来信，称贸易谈判一切顺利，但希望波旁2兄弟中的一个速速去英国。胖子认为这要等凯瑟琳皇太后回来以后再去，因为自己答应过他不能私下达成协议。不过年轻的亨利认为波旁家就应该先斩后奏，不仅可以捞到好处，还可以把吉斯家排除在外。至于凯瑟琳皇太后，当生米煮成熟饭，想必他也无可奈何。不过为了让吉斯家不发现此事，就让老爹去勾引吉斯公爵夫人好了。老爹一脸诧异地看着儿子，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自己这么私密的事儿都被儿子知道了。儿子解释道，装傻的好处就是会发现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儿。这一番超出阅历的见识让胖子叔叔深以为然，马上安排动身前往英国。
安托万还真的按照儿子的安排就去找了吉斯夫人，这对老情人一拍即合。凯瑟琳收到女儿玛格的信，本来想马上安排回国，没想到非洲哥哥不请自来的邀请凯瑟琳去参观他出生的庄园，没想到凯瑟琳竟然兴趣盎然地接受了。另一边，亨利九世连洗个澡都洗不安静。蒙莫朗西要求查理马上抓捕弗朗索瓦将军，波旁家的胖子则来请示前往英国谈判。查理本来想坚持等到母亲回来，但经不起两个人的一通软磨硬泡，最终答应了两人。玛格对弗朗将军充满了好感，没想到却眼睁睁地在花园里看着弗朗将军被抓走。安茹再次和小伙伴们到树林里去打猎，唱着绿袖，带着猎物满载而归。谁知在路上又碰到了一群新教徒，安茹吸取教训，想快速离开。谁知为首的老人开始向安茹传教，死缠着安茹不放，声称可以给安茹洗去罪孽，并且满脸真诚地说了一大堆蔑视皇权的话。加上小伙伴们在旁煽风点火，安茹再次被激怒了。她佯装下马接受洗礼。Are you ready to be born again? The Holy Spirit, let your sins be washed away! 反手就把老头淹死在湖里。这时，一个年轻人抓起石块，把小弟弟弗朗索瓦打晕落马。小伙伴上去就把年轻人给杀了。这下事情闹大了。昏暗的城堡中，众人等待着女主人的回归。凯瑟琳日夜兼程地赶了回来，面色沉重地接受了孩子们的迎接。她驻足看了一眼闯祸的安茹，然后就匆匆地赶往小儿子弗朗索瓦的卧室。医生说，小王子的伤口感染，生命危在旦夕。看着病榻上面色苍白的儿子，凯瑟琳心碎不已。这个场景对凯瑟琳再熟悉不过了。从最后那对夭折的双胞胎，丈夫亨利二世，大儿子弗朗索瓦二世，每一次都让凯瑟琳悲痛欲绝，而这一次又要重演噩梦。就像凯瑟琳噩梦中的那一窝夭折破碎的鸟蛋，真的要成为现实吗？很快小儿子的死讯就传来，凯瑟琳悲伤的无法说出一句话。有些人的坚强来自顺境中的鼓励和支持，而凯瑟琳的坚强更多是来自逆境中的浴血奋战。但麻烦从来不会给痛苦让步，凯瑟琳无法继续沉浸在痛苦中修复伤口，她必须起身面对眼前的危机。离开的短短10日，死了一个儿子，弗朗将军被抓了，波旁家的胖子去了英国，他临走时的安排全都被推翻了，甚至儿子查理九世也公开拒绝服从母亲的安排，不肯释放弗朗将军，坚持要审判他，以示自己的公正公平。至于弟弟的死，他全都责怪是安茹的责任，同时又指责母亲，又要自己胜任国王之位，又要处处指手画脚，弄得老妈百口莫辩。吉斯家也没闲着，马上搬来了圣罗马帝国皇帝为自己撑腰。蒙莫朗西面对眼前一触即发的战事，同意释放弗朗将军来换取养女的安全，解释这么做都是为了避免战争。凯瑟琳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儿子的决定，忍下滔天的愤怒。她知道这一团乱麻只能慢慢想办法解决，她的强项就是在忍辱负重中暗自筹谋。弟弟的死让安茹深感内疚，同时又担心大家都在埋怨她，内心充满了纠结。老狐狸红衣主教又贴了上来，他告诉王子，举国上下的天主教徒都把安茹当作偶像，把安茹淹死新教教徒称为第3次洗礼，并且争相效仿。然后他怂恿安茹带兵去把树林里那些杀人凶手屠了。安茹吓了一跳，这么激进的做法，妈妈和国王哥哥绝不会赞同。红衣主教安慰他，查理九世就是一个懦夫，而凯瑟琳皇太后会看在神圣罗马大帝来参加葬礼的份上不予计较的。但安茹却可以因此举收获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的支持和爱戴。有了这些支持，登上皇位指日可待。安茹有些心动了，于是跟随吉斯家的主教祷告祈福。弗朗索瓦的葬礼如期举行，神圣罗马大帝也亲自到来。这个垂垂老矣的老头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嚣张，他搬了把椅子坐在凯瑟琳身边，告诉凯瑟琳，那名叫伊迪丝的修女又能带领信徒穿越大火，又敢怂恿信徒杀死王子，
它就像一面旗帜，会掀起整个欧洲的宗教战火。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凯瑟琳，吉斯家正在怂恿安茹去树林里屠杀新教徒，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兄弟决裂，母子不和。最糟糕的是将会在法国掀起一场内战。凯瑟琳好奇圣罗马大帝为何突然这么好心，老头子表示自己也并不是好心，只是想给爱家暴的变态儿子求娶一个媳妇儿，这样自己就可以躺平休息了。最后他建议凯瑟琳让这个伊迪丝死于一个意外，凯瑟琳觉得这反而会让他成为一个圣人。老头笑道，除了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圣人，其他成千上万的殉道者都只是殉道者而已。然后警告道，如果不赶快行动，那么很快凯瑟琳就要亲手埋葬他剩下的孩子们了。说罢便起身离开，丢下凯瑟琳独自思考。湖里飘满了死尸，术士的森林不再安静如初，这次连陪伴他的女助手都被杀死了。凯瑟琳来找术士，丧子之痛让他痛不欲生，而这个儿子的性格那么像他的父亲亨利二世，本性善良，与世无争。术士安慰道，自己的女助手也死了，死亡从来不会因人而异。凯瑟琳担心自己其他的孩子都会死。术士说，那梦里不是会有一个展翅高飞的吗？不过也许是另一种预示，一个臭鸡蛋坏了一窝。凯瑟琳马上想到了安茹，难道非要舍弃一个孩子才能拯救其他所有？她希望术士能够给自己更明确的建议。伊迪丝也没闲着，他对自己的信徒杀死王子的事儿表示赞赏，公开演讲煽动信徒用生命捍卫信仰，慷慨激昂地把死亡渲染成荣誉。人群中的陪嫁女佣默默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现在小学徒已经病入膏肓，命若悬丝的仅靠一点液体维持着。他赶回皇宫找医生要一些治疗烧伤的药物，却意外发现医生是个瘾君子。他还碰到了老熟人药剂师的女儿，药剂师女儿想要重修旧好，可裁缝满心都在自己的小学徒身上。他表示小学徒就是他的家人，这让药剂师女儿猛然想起他曾经怀过孩子，扭头就把裁缝和儿子的事儿都告诉了凯瑟琳，希望借此表明忠心。没想到被凯瑟琳看穿了，这个曾经的叛徒用背叛别人来换取自己的信任，于是拒绝了这个曾经的叛徒。在和儿子有了隔阂，又面临棘手的麻烦要解决的凯瑟琳，决定搬回舍农索城堡居住。在这里，他和自己的小黑哥感情越来越好。小黑哥转送他一个父亲留下的项链，这个礼物让身处漩涡中的凯瑟琳爱不释手。不管凯瑟琳如何感动，拉西玛对女主人的这个小黑哥的身份保持怀疑，并嘲笑小黑哥送项链的伎俩很是拙劣。小黑哥对拉西玛却是充满好感，解释自己和拉西玛一样都是为了生存，这到处都不让人省心啊。另一头波旁家的胖子来到了英国，马上就被伊丽莎白女王接见了。伊丽莎白告诉胖子，现在是波旁家上位的好机会。那个伊迪丝是个出身贫民窟的贱民，而现在却拥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只要得到他的信任，告诉他英国的新教教会可以提供他全面支持，他就可以回报波旁家，获得王位。届时，不论贸易协定还是新大陆的合作，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波旁家的胖子显然对跳跃这么大的谈判有点措手不及，但伊丽莎白女王这番话确实挑起了他隐藏内心不敢明示的欲望，这一切都有了实现的可能。胖子深夜给哥哥写信，伊丽莎白女王却突然推门而入，表示有一份文件要胖子签。胖子谨慎起见，想要先给律师看看，没想到女王直接脱光了，要求坦诚相见。胖子顾不得许多，赶紧签了字，脱了个精光，与女王深入交流去了。考虑再三，凯瑟琳决定接受圣罗马大帝的建议。他深夜造访，老头子正在教育儿子的顽劣。凯瑟琳告诉老头，他已经决定除掉这个伊迪丝，而且是用跟随他走出火海的信徒来实现此事。圣罗马大帝告诉他，安茹和红衣主教的屠戮活动隔日就要进行了。凯瑟琳信心十足地表示，他们的行动无法成功。除了这个不省心的安茹，其他儿女也都是不省油的灯。大女儿伊丽莎白本来对圣罗马大帝的儿子的粗言秽语很反感，但转眼就被他伪装出的丧妻之痛感动不已。妈哥堂而皇之地跑到监狱探望弗朗将军，还体贴地带了本书，并表示会去祈求母亲放人。
这一番大胆示爱，让断袖之癖的弗朗将军无言以对，只能善意地提醒玛格，最好不要趟这趟浑水，赶紧离开。可这种婉转的拒绝，反而让玛格觉得这个老叔叔腼腆可爱，于是执意相救。波旁家的亨利对玛格也充满好感，可玛格对他弃如敝履。玛格现在的少女之心都在弗朗将军身上。果然，他说到做到，直接冲进母亲的房间，要求释放弗朗将军，而且不惜表明自己的爱意，让母亲觉得又可气又可笑。玛格看着母亲不表态，就马上撒娇说母亲铁石心肠。凯瑟琳收敛表情，严肃地告诉女儿，弗朗将军并不无辜，但必须释放。在成年人的眼里，不看对错，只看利益。如果女儿想要达到目的，就要学会利用自己掌握的优势。首先，国王查理9世和玛格的感情非同一般，玛格可以利用查理对他超乎兄妹的感情。其次，释放弗朗将军正好与自己的愿望一致，因此自己免费赠送安茹即将被软禁的消息。最后利用这些信息说服查理9世释放弗朗将军。那么剩下就看聪明如斯的女儿如何实施了。母亲的这番生动的教学让玛格目瞪口呆，她瞬间明白了母亲能做到这个位置，绝不是靠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和追求爱情敢爱敢恨的勇气。玛格心服口服地告别了母亲，转身去求国王哥哥。他按照母亲的提示，向哥哥提出释放无辜的弗朗将军，表示自己愿意出面说服母亲处理安茹作为交换，然后温柔地鼓励和恭维国王哥哥越来越有王者之气，并且还否认了自己对弗朗将军的喜欢，以免引起哥哥的嫉妒。查理9世毫无招架的就被妹妹说服了。当晚，安茹正准备出门起事，刚到大门口就被蒙莫朗西抓住了。他骂骂咧咧的，还挨了一拳，无奈的被送回卧室软禁起来。术士忽然来找裁缝，告诉他如果再不赶快把小学徒救出来就来不及了。很快安茹就会带兵去屠了树林。裁缝焦急起来，表示自己没有办法说服徒弟。术士告诉他，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让圣女变回普通人。裁缝马上明白了术士的意思，但他好奇术士为何要帮自己。术士说他最无法忍受那些伪装成神的人。裁缝为了救儿子，狠下心找药剂师女儿要一瓶毒药，没想到投奔凯瑟琳被拒的药剂师女儿发现又有了机会，带着这个秘密去找波旁家，用这次投毒再设计一次新教圣女的重生，让圣女的神迹更邪乎，以此作为投靠波旁家的见面礼。接着就是一场被预谋好的表演，唯一被蒙在鼓里的就是裁缝。他傻乎乎的去下药，被伊迪丝抓了个现行，被迫喝下了毒水。没想到伊迪丝也喝下明知是毒的水，最后惊讶地发现两人竟然都完好如初，目瞪口呆地臣服于伊迪丝的神迹，不明就里的就被信徒抬着到河里去受洗。这个异教徒美女混了大半辈子后，最终在阴谋里成功皈依了新教。新皇宫的选址定在塞纳河右岸的一块地，凯瑟琳对这个位置非常满意。负责监督的黑小哥趁机向凯瑟琳推荐自己在美洲的一块殖民地，希望凯瑟琳支持自己在那块殖民地上建立一个美第奇帝国。凯瑟琳笑道，那得等自己把法国目前的状况先稳定下来。这个黑小哥的狐狸尾巴这么快就露出来了。波旁家两兄弟最近走桃花运，弟弟在英国睡了伊丽莎白女王，哥哥在法国睡了死对头吉斯公爵夫人。吉斯公爵夫人则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将军儿子和玛格暧昧不已。圣罗马大帝的孙女贴上了国王，大有想要入主法国后宫的意思。玛格很不喜欢这个娇柔做作的女孩，话里话外讽刺挖苦，弄得哥哥很下不来台。哥哥对母亲身边突然出现的黑小哥很好奇，没想到竟然喜欢一个舅舅，真是颇感意外。蒙莫朗西怒气冲冲地质问凯瑟琳为何要谋杀自己的养女，大有一副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扭头就向查理检举。皇太后又越权下命令，这傻儿子马上就质问母亲，弄得凯瑟琳措手不及。他知道刺杀行动败露了，于是匆匆来找术士。术士直言，这次投毒失败让伊迪丝的声望再次提高，也表示有人在暗中帮他。更糟的是，蒙莫朗西因为此事与凯瑟琳反目成仇，他会利用国王对母亲的忌惮而控制国王。
目前的局势整个向波旁家倾斜了，只有维持吉斯和波旁两家的势均力敌才能解决困境。凯瑟琳犹豫着，现在查理和安茹各选了一边，一旦让两家争斗起来，儿子们也无可避免地会陷入斗争，但这似乎已经无法避免了。法国传来的消息令伊丽莎白女王很欢心，但这也不会改变伊迪丝在她心中的贫民窟垃圾的形象。看起来欧洲新教一片局势大好，伊丽莎白决定就此到欧洲游览一番。圣罗马大帝的死变态儿子想虐待一匹马，没想到被马踹成了脑瘫，从此他再也不能向任何人施虐了。不明就里的伊丽莎白来看望这个摊子，还以为他因为丧妻之痛过于悲伤所致。圣罗马大帝在旁添油加醋地说自己儿子有很多优点，比如曾经亲手摔死了心爱的小狗以示坚强，听得伊丽莎白深感同情。这时母亲忽然到访，伊丽莎白毫不掩饰对脑瘫王子的同情，依依不舍地退了下去。凯瑟琳告诉圣罗马大帝投毒失败了，圣罗马大帝马上告诉他，这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所喜闻乐见的。这件事情的最终走向将会是捍卫新教的英国和捍卫天主教的圣罗马帝国在欧洲的一场圣战，战场将会是法国。这一席话让凯瑟琳心头一惊，心中暗想这怎么能行。结束了拜访，凯瑟琳便匆匆来到波旁家的餐厅，装作若无其事地询问刚回来的胖子贸易谈判进行得如何了。胖子谎称一切都好，英国对法国的内政不感兴趣，对新教伊迪丝也不感兴趣，只是想开展贸易合作，互惠互利。凯瑟琳马上听出他满嘴谎话，一边装作很放心，一边就安排拉西玛去查清楚。吉斯家的红衣主教被伊迪丝的2次神迹给震撼了，甚至开始怀疑上帝在冥冥中安排了一切。弗朗将军对此表示很无语，他没想到这个把信仰当作职业的兄弟竟然开始真的相信上帝了，这还真是很讽刺呢。拉西玛买通了知情者，把波旁家胖子在英国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了。凯瑟琳紧急召开枢密院会议，他认为英国女王正在试图插手法国内政，要求儿子马上颁布一份禁令，不允许英国船只在法国的港口停靠，为了避免英国偷运武器支持新教徒。没想到直接被儿子无视，而且国王儿子还在蒙莫朗西的蛊惑下向母亲提出了控告，认为母亲未经自己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安排人暗杀。接着药剂师女儿被作为证人带了上来，他当场指认凯瑟琳指使自己配制毒药，由裁缝去下毒。这个叛徒又一次背叛了凯瑟琳。凯瑟琳知道面对这种情形再辩解也是徒劳的，她干脆以退为进，承认这些证据确实无懈可击。介于自己首先是身为母亲，其次才是皇太后，辅政也是为了帮助儿子上位。所以既然现在儿子已经有能力独当一面，那么为了母子的感情和睦，他愿意主动辞去枢密院的职位。一席话令查理9世大为吃惊，他本以为母亲对权力的欲望超过一切，没想到母亲竟然这么轻易就放手了，于是不知所措的赶紧挽留。但凯瑟琳去意已决，只是希望查理释放安茹，因为自己有真凶的认罪书。查理9世赶紧答应了母亲的要求。蒙莫朗西还想插嘴，被凯瑟琳怼了回去。这个老情人为了养女真是不惜翻脸，翻得很彻底呢。紧接着凯瑟琳就来到了安茹的卧室，这个孩子正喝着酒，把自己弄得颓废不堪。看到母亲来了，他抗议自己还将绝食。凯瑟琳又心疼又生气地质问他，是否真的为了弟弟的死感到一丝内疚，是否反省了杀死那个新教徒的行为会给其他人做出表率，导致千千万万的人被淹死在湖里。安茹这才放下戒备，向母亲表示内疚和抱歉。母亲满意地递给他一张已经签好字的认罪书，让儿子确认替罪羊是安茹最好的朋友。这令安茹感到很为难，但他只能选择保自己，还是继续被软禁下去，甚至被审判。母亲告诉他，只要他出去就能进枢密院，辅佐哥哥，避免被蒙莫朗西继续控制。其实凯瑟琳知道，这是把两兄弟推向了对立面。波旁一家偷偷摸摸到树林里的新教营地拜访伊迪丝，伊迪丝被信徒保护起来，建立了安全栅栏，有专人保护。裁缝也成了他的女佣，俨然一副女王的架势。波旁家一行在小椅子上将就着，煞有介事地表示，波旁家将代表英国提供对伊迪丝率领的新教革命的支持。
伊迪丝马上告诉他们，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在尼德兰王国登陆了，并且运来了武器交给了奥兰治亲王。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尼德兰来自荷兰语的音译，意思是低地诸国，是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称呼，广义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与德国的西部，狭义上则仅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3国。因为这片区域是地势较低的平原，所以被称为低地国家。奥兰治亲王应该是指荷兰国父威廉一世，也被称为沉默的威廉。他年仅11岁就继承了法国南部的奥兰治公国等地。他是天主教徒，也是神圣罗马大帝非常器重的爱将。他的第一任妻子以及他的家族都来自尼德兰，他对尼德兰有很深的感情。后来神圣罗马帝国对尼德兰实行宗教清洗时，他开始与神圣罗马帝国决裂，并努力争取荷兰的独立，不惜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腓力2世为敌，直至最后被刺杀，被后人誉为荷兰国父。至今，奥兰治威廉的雕像依然耸立在海牙，雕像中还有趴在他脚下的爱犬庞培。回到故事中，这个消息令波旁家大吃一惊。亨利打破尴尬地表示，大概是信使耽误了。伊迪丝倒没有介意，他直接坦言接受来自支持者的武器和补给，不论是英国或是波旁家的，因为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有一场血战。安托万一听打仗就紧张起来。伊迪丝极富仁慈地询问，安托万知道什么是痛苦和牺牲吗？然后不由分说地安排下属来了一场生烤臂膀。忍不住疼痛的安托万把自己干过的坏事都招了，伊迪丝这才心满意足地放人送客。吉斯公爵夫人很高兴儿子被释放了，更高兴的是儿子和玛格的亲密关系，这是吉斯家可以利用的。布朗将军坚决反对母亲利用玛格，吉斯公爵夫人满嘴答应着。安茹亲眼看着自己的好友被处决，这个替罪羊临死的愤愤不平让安茹很难受，而他身边的红衣主教看起来更糟糕。吉斯主教完全被伊迪丝代表上帝的旨意这个想法困扰着，对所有的事儿都心不在焉。安茹感到很无语，他告诉弗朗将军应该给他兄弟请个心理医生，弗朗将军根本顾不上。他告诉安茹，英国女王已经带着武器在尼德兰登陆了，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但他们都没有想到，红衣主教竟然深夜混入新教营地，一身便装接受了伊迪丝的洗礼。这家伙为了不死之身真是拼了。安茹加入了枢密院会议，国王询问该如何处理英国女王带着武器登陆欧洲的事儿。安茹和吉斯家的意见是直接出兵加入圣罗马大帝，一起把英国女王打回去。波旁家则认为英国女王只是来旅游的，随身带点武器只是防身而已，不必大惊小怪。蒙莫朗西则建议国王亲自见一见伊迪丝，平息新教教徒的怨恨，这样就不会给英国女王可乘之机。但国王优柔寡断地认为自己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再做决定，于是就匆匆散会了。凯瑟琳向哥哥透露了自己的焦虑，哥哥给他出主意，这时候如果安排一场婚礼，就可以暂缓矛盾。凯瑟琳想到了自己的大女儿伊丽莎白，女儿对这个脑瘫王子很同情，经常没事就去读书陪伴。凯瑟琳向女儿坦言，西班牙和英国的战争迫在眉睫，如果有一场婚礼，就能防止千千万万的人被卷入战争送命。只是没有人愿意嫁给这个脑瘫。看着女儿充满犹豫的表情，凯瑟琳告诉她，自己对女儿婚姻的态度是不强迫，只是作为皇室成员就有责任为避免国家的战争而牺牲自己，而且成为这个脑瘫的妻子就意味着成为欧洲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皇后。然后凯瑟琳留下女儿独自思考，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伊丽莎白接受了这个婚姻。这场婚事当晚就迅速在皇宫举办。为了逼人耳目，拉西玛派出了一群拿着掺有安眠药的葡萄酒送往吉斯家、波旁家还有国王和安茹的寝室。Boy or girl? Let me in and you shall find out. 然后圣罗马大帝和凯瑟琳参加了伊丽莎白和脑瘫王子的新婚夜仪式。由于脑瘫没有办法实行丈夫的责任，只能找人代替。凯瑟琳经历过这个羞耻的时刻，所以大概是不想女儿也经历。
就在两人一躺下，他就宣布仪式成功结束。就这样，凯瑟琳成功与圣罗马大帝结成亲家。第二天，伊丽莎白就启程跟随丈夫回西班牙了。临走时，凯瑟琳告诉女儿，这是作为母亲能给女儿安排的最好的一个婚姻，一个拥有强大国家的脑瘫国王丈夫，既有庇护又有自由。被下了药的孩子们全都来迟了，大家都对这门不着调的婚事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安茹悲观地认为，这个联姻的结果就是等着新教造反吧。凯瑟琳信心满满地告诉孩子们，那就看谁会嫁给法国国王吧。接着，一队马车徐徐进入皇宫，车门一开，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下车的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亲临法国皇宫谈婚论嫁，这令波旁家两兄弟惊恐不已。胖子一想到在英国与女王签下的文件，就觉得叛国罪的铡刀高高悬起，后脖梗子一阵寒意。安茹公爵非常反对这门婚事，这会让他成为枢密院里多余的一个人。国王查理九世却对此婚事感到很满意，他认为把敌人放在床上比放在战场上要安全多了。儿子们为了这门婚事吵作一团，母亲要求两人要团结，眼前的情况非常危急，只要一步踏错，瓦卢瓦家的皇位就要易主。吉斯家和波旁家都不是善茬，听到母亲这样说，儿子们表面敷衍着和好了。吉斯家的红衣主教在偷偷跑去找伊迪丝洗礼后，被识破抓住了。当他面对伊迪丝时，完全臣服了。伊迪丝也向他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引导他，条件是让他成为自己的耳目。红衣主教接受了，这个情节简直有点太出乎意料了。同时，伊迪丝还给了主教一本经书。红衣主教跑去受洗的消息很快就被拉西玛知道，这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凯瑟琳耳朵里。凯瑟琳安排拉西玛把消息传给天主教联盟，这些主教直接找到吉斯公爵夫人。I think we need to talk about your son. We represent the Catholic League of France.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就安排在早朝，大家齐坐一堂。伊丽莎白姗姗来迟，很客气地给足了查理九世面子，夸奖宫殿很豪华，扭头也大大方方地跟波旁家的胖子打招呼。刚一落座，胖子就跳上来反对这门婚事，认为皇家的婚事应该由枢密院商议决定。没想到凯瑟琳还没开口反驳，伊丽莎白女王的嘴替莫顿勋爵就回答她：亲王不是刚访问过英国，提出要促进两国世代友好吗？现在为何突然反对呢？这一下就把胖子问得哑口无言，也让凯瑟琳倍感舒爽。胖子忙着拉扯吉斯家，他觉得吉斯家作为天主教立场，一定会反对国王娶一个新教女王。没想到吉斯公爵夫人站起来就表示对这门婚事没有什么意见，这可把胖子气死了。紧接着，吉斯公爵夫人关心地问起能否释放被囚禁在塔里的孙女玛丽。伊丽莎白女王装作诚恳地表示，这个忙一定是要帮的，但条件是要用法国最大的客运港口加莱来换。蒙莫朗西站起来反对，这简直等于把法国拱手相让。莫顿公爵接着就提起了贸易协定，这样讨论直接陷入尴尬。伊丽莎白话锋一转，开始恭维查理九世，说的查理心花怒放。凯瑟琳邀请伊丽莎白一起骑马打猎，伊丽莎白爽快地同意了。安茹在一边酸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柏林被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砍头的事儿。这个故事在我们做的剧集《狼厅》里有详细的叙述。伊丽莎白淡定地表示，自己不介意打猎回来时带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就像自己亲妈的一样，把安茹吓得大呼变态。显然，查理九世根本就不是老辣的伊丽莎白的对手。伊丽莎白的几句简单的恭维就把查理九世哄得忘乎所以了。离开早朝，波旁家的胖子就匆匆来找伊丽莎白。这场联姻会让伊迪丝那个疯女人感觉被骗，然后派出敢死队来追杀自己。他把安托万的手臂都烤熟了，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伊丽莎白安慰他，这个婚姻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获得法国。法王查理九世太容易控制了，到时候法国成为自己囊中之物，胖子就是自己最信任的监管法国的人选，届时可以让都铎和波旁两大家族富甲天下。一席话瞬间让胖子吃了颗定心丸，满心欢喜地憧憬着未来，完全忘记了刚刚才被骗过。
然后伊丽莎白安排他马上去给伊迪丝送4车自己带来的武器，鼓励这个疯女人快点闹事儿，这样凯瑟琳皇太后就会不计代价地求自己结婚，以平息这场内战。胖子有点犹豫，但伊丽莎白手里有她的叛国证据，一边是叛国，一边是国王候选人。胖子毫不犹豫地再次拜倒在石榴裙下。波旁家举家再次来到了树林见伊迪丝，这次莫顿勋爵也跟来了，他向伊迪丝带来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和武器。伊迪丝收下了武器，但表示自己根本不相信他的每一句话。一交接完，安托万就忙着要跑。上次伤害留下的心理阴影面积太大，没想到安托万的儿子亨利和妻子胡安娜却主动申请留下。信仰新教的2人想体验一下月下林间的步道。安托万虽然非常担心，但也无可奈何，只能任由他们留下。打猎活动很快就热热闹闹地筹备好了，一行人聊着天前往猎场。伊丽莎白和凯瑟琳2人都在谨慎地试探对方，虽然心怀算计，但表面都努力掩饰着锋芒。目送着国王太后策马奔向猎场，黑小哥凑到拉西玛身边献殷勤，约拉西玛单独约会，一起聊聊天文地理，聊聊最新的科学发现，结果被拉西玛给拒绝了。国王一马当先地追逐着猎物，凯瑟琳刚策马进入树林时，忽然看到地上有一窝被破坏的鸟蛋，一只乌鸦抓起鸟窝里的黑蛇飞走了。这时身后传来了国王落马的呼救声，查理9世意外落马，被人搀扶回宫。御医想为国王检查，被凯瑟琳拒绝了，因为儿子看起来除了有一点懊恼，并没有太大的伤害，大概休息一下就好了。玛格偷偷来找弗朗将军，没想到被吉斯公爵夫人碰了个正着。弗朗将军赶紧送客，扭头打岔问母亲为何忽然同意国王的这门婚事。母亲认为主教儿子皈依新教这件事儿更棘手，如果不马上阻止主教儿子继续犯傻，那么全家人都得完蛋。这件破事儿还得交给将军儿子去干。弗朗将军找到主教，问他既然去了，为何还要回来？主教对兄弟很坦诚，自己是回来做间谍的。哥哥好笑，上帝还需要安排间谍？他义正言辞地警告弟弟，赶快把这件事儿都忘了。天主教联盟的人已经为此事儿找过母亲。要知道，上帝死了可以复活，但上帝的间谍可复活不了。拉西玛发现小黑哥负责的宫殿建筑账目有出入，他第一时间告诉了凯瑟琳。凯瑟琳决定去工地查看，却碰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哥哥聊得火热。凯瑟琳淡定地看着2人表演，这个伊丽莎白真是无孔不入。凯瑟琳压着怒火离开了。回到皇宫就召见了叛徒药剂师女儿。在屏退拉西玛后，凯瑟琳问他是不是投靠了波旁家，那瓶毒药也是假的。药剂师女儿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凯瑟琳知道自己说对了，然后她同意这个曾经的陪嫁女佣回来继续为自己服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去监视黑小哥。药剂师女儿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但她好奇为何这事儿不交给拉西玛。皇太后觉得她问的太多了。其实凯瑟琳的直觉告诉她，拉西玛有事儿瞒着自己。这个直觉显然是对的。拉西玛私下问过黑小哥账目问题，黑小哥坦诚自己确实挪用了钱，就像他知道拉西玛也利用职务之便在后宫大吃回扣一样。黑小哥愤愤不平，自己因为私生子的身份无法享受美第奇家族的身份地位和财产，所以他要从美第奇家的嫡女身上加倍拿回来。而这一通在深夜寝室里的交谈，也意味着2人不会就此就结束了。凯瑟琳醒来时，发现枕头上是术士留下的小人儿。这些草编的小人在前剧中出现，就意味着死人。凯瑟琳带着这串不祥的小人来树林找术士。术士告诉凯瑟琳，他正身处背叛之中。英国女王只是想通过婚姻得到法国。这一次，凯瑟琳不想再听术士的警告，身边都是阴谋诡计，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的状况让凯瑟琳烦躁不已。她认为术士在利用自己的恐惧步步相逼，于是向术士下了逐客令，他会命令士兵来拆除小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真是一点都不闲着，刚去挑逗了凯瑟琳的黑哥哥，马上回来约了安茹在花园散步，话里话外尽是暗示安茹比哥哥更适合做自己的丈夫。摔伤未愈的查理9世远远看见了，
急得一路小跑追上两人，张口就充满火药味地说起安如小时候的糗事。伊丽莎白一看机会来了，马上挑拨两人来一场决斗。安如还比较理性地拒绝了，但查理九世却咄咄逼人地命令弟弟必须要比。就这样，一场决斗被定了下来。蒙莫朗西试图阻止国王，可这时的国王完全被这场势在必得的婚事搞得头脑发热。他直言蒙莫朗西提的任何建议都是为了他的宝贝养女，根本不是为了国家或者他这个国王，所以不听也罢。说完就直奔决斗场。安如告诉哥哥，这是英国女王挑拨两人的阴谋，但查理九世根本听不进去，一门心思地认为是安如嫉妒自己的这门婚事，想要勾引自己的未婚妻，开口就说弟弟是一个软蛋，气得安如拔剑就要拼个胜负。眼看决斗就要开始了，凯瑟琳及时赶到，她悄悄要求国王儿子停止决斗，但被拒绝了。接着他就要求安如输给国王，安如没有回应。伊丽莎白兴冲冲地等着这场好戏，还不忘添油加醋地表示自己只嫁给胜利者，一边看着凯瑟琳的反应。凯瑟琳强忍下对两个儿子受伤的担心，从容地坐下观战。安如一开场就攻势迅猛，有伤在身的国王显然不敌弟弟的进攻，安如轻松地拿下了第一局。国王下场后喝了一口酒，继续战斗。安如的第二场终于向哥哥放水，国王拿下了第二局。第三局一开始，查理九世就身形不稳，没过2招就丢了剑，倒在安如怀里。凯瑟琳忙冲上来看儿子，查理九世嘴里吐出了红色的血迹。难道短短的时间内就要再次失去一个儿子吗？凯瑟琳焦急、痛苦、担心、崩溃，嘴里喃喃地安慰自己：国王没事儿。这场宫斗真是激烈，查理九世倒下的这一幕很像第一季中的太子打球倒下。按照真实历史，查理九世这时候还没有死。查理九世10岁登基，14岁独立执政，24岁去世。在位期间一直处于法国宗教战争中，这场让查理九世至死都没有看到结束的宗教战争，整整持续了36年。从1562年直到1598年，整个法兰西王国内民众骚乱不断，连续8次大规模的战争，对当时的法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约有300万人死于战乱及战争带来的饥荒和瘟疫。查理九世是一个软弱的君主，他终身都处于母亲的阴影之下。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查理九世的精神陷入忧郁，整个人一蹶不振。1574年5月，因感染肺结核去世。之后就是弟弟安如登上了法国王位。查理九世真是一个窝囊且短命的悲惨国王。国王并不是被安如所伤，而是因为突发疾病。凯瑟琳担心地询问御医，这个伺候了3代国王的御医如实禀告凯瑟琳，国王是因为肺痨。看来脆弱的肺是凯瑟琳几个儿子的基因缺陷，这是凯瑟琳无法接受但必须面对的事实。她马上要求御医不准把此事泄露出去，闭紧嘴就可以继续荣华富贵，说出去就等着掉脑袋。但御医早就被伊丽莎白买通了。然后凯瑟琳来到儿子安如的房间，安如担心地询问哥哥的病，凯瑟琳强压着怒气告诉他，正因为自己一直以来的纵容，才让安如既傲慢又虚荣。这次本可以按照母亲的安排，让国王神不知鬼不觉地取胜，安如却非要表现出故意输的。这自私的愚蠢举动让母亲失望透顶，让母亲不得不再来收拾一次烂摊子。母亲警告安如必须收起所有的不良嗜好，做一个正常的王子，从善如流。安如一边屈服着，一边愤愤不平地强调，这不都是遗传自母亲吗？一席话让凯瑟琳无可辩驳。法国天主教委员会的一众主教和吉斯公爵夫人达成了一致，要求弗朗将军向玛格公主求婚，然后他们会拥立吉斯家的弗朗将军为国王，这样法国天主教会的地位就稳了。否则现在国王要娶个新教女王，弟弟安如又是个 gay， 不堪重任，天主教迟早要被逐出法国。梵蒂冈也会全力促成吉斯家的这门婚事。弗朗将军想要拒绝，对方威胁要把叛教的洛林主教绑到火刑架上当众烧死。兄弟之情让弗朗将军陷入犹豫。在教士们走后，他质问母亲为何要这么做。看来母亲为了拯救主教儿子，而把弗朗将军与玛格亲密关系的消息说了出来，并希望用一场婚姻逆风翻盘。
弗朗将军对玛格其实充满好感的，这个小女孩单纯的信任和爱慕让弗朗将军心怀感动。但眼前的一切已经走向不可控的方向，玛格很快就会变成政治的牺牲品。弗朗将军对这个女孩充满了恻隐之心，于是当面拒绝了玛格的私奔请求，简单粗暴的摊牌教堂的火就是自己放的，然后直言根本不喜欢玛格，就是公主一厢情愿罢了，说的玛格伤心欲绝的离开。但玛格刚回宫就遇上了吉斯公爵夫人。吉斯公爵夫人对这个小女孩嘘寒问暖，一边解释自己的儿子在战场上受过刺激，一边鼓励女孩勇敢地追求爱情。这一通不着痕迹的操作让玛格瞬间破涕而笑，信心满满的决定迎难而上，何况还有未来婆婆的支持呢。皇宫的模型放在桌子上，让凯瑟琳和儿女们过目。凯瑟琳宣布会在皇宫落成典礼之前把圣罗马大帝的孙女西西接过来，这令查理九世非常吃惊。母亲屏退众人，遗憾地告诉儿子，英国女王在决斗之后就喜欢上了安茹，而且相比伊丽莎白，西西能更好地在身边照顾国王。查理九世显然更希望得到英国女王，他愤怒委屈地指责母亲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幸福，说完就拂袖而去。他当然不知道，母亲忽然改变这个婚事是担心他的病会让他很快离世，然后法国就属于英国了。但当凯瑟琳向伊丽莎白提出把结婚对象从国王换成安茹后，本来还在犹豫的伊丽莎白在莫顿勋爵的耳语后忽然答应了，并马上起身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安茹。凯瑟琳意识到这个转变一定有问题，忙着阻拦，却挡不住伊丽莎白一路狂奔地推开了安茹的卧室门，里面正上演一场酒灵肉池的荒诞大戏。安茹更是喝得大醉，沉浸在享受中，一众人被突如其来的旁观搞得不知所措。伊丽莎白满意的把车祸现场留给了凯瑟琳，转身离开。凯瑟琳看着这个局面，恨得咬牙切齿，真是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儿。凯瑟琳一大早就被院子里的喧闹声吵醒，伊丽莎白正在打包行李准备离开。凯瑟琳大吃一惊，忙召唤拉西玛，但闻讯而来的却是叛徒药剂师之女。凯瑟琳来不及收拾，披头散发的就在大厅拦住正欲离开的伊丽莎白，询问贸易协议还没有谈，政治联姻也没有结果，为何就要不告而别呢？伊丽莎白表示自己可不想嫁给费劳国王或者他的同性恋弟弟而沦为笑柄。凯瑟琳直言，伊丽莎白根本就不打算嫁给自己的儿子，这个一边号称童贞，一边利用自己的身体周旋在男人之间，不就是为了得到最大的政治好处吗？小心玩火者必自焚。这席话戳到了伊丽莎白的痛处，她告诉凯瑟琳，自己的父亲一个恋爱脑就可以让一个国家跟着改信仰，这是男人做国王的特权。但女人不行，女人只有通过扮童贞或者扮毒蛇女巫来控制国家，而自己从上位起就不打算被男人嫁出去，为此号称童贞来抬高身价，不仅可以保住自己的王位，还可以让男人们不断的在竞争中让自己坐收渔利，这一套屡试不爽。而反观这个号称毒蛇的法国实权皇太后，却连自己的家事儿都搞不定，而且眼瞎目盲的任由臣子们玩弄于股掌。说罢便拿出了波旁家胖子签的条约递给凯瑟琳，一脸蔑视地丢下一句话，先把自己家搞定吧，随即扭头而去。伊丽莎白的一席话深深地刺痛了凯瑟琳，她的愤怒大有燎原之势。看着伊丽莎白女王离开，波旁家两兄弟瞬感不妙，起身逃跑。皇太后派出的卫兵扑了个空，就把仆人抓回去复命。而此时，波旁兄弟逃到了伊迪丝的营地，看着蒙莫朗西接受了养女的洗礼，然后在亨利的指导下也答应受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拉西玛竟然还没有现身。凯瑟琳非常生气，药剂师女儿说出了拉西玛的去处。此时，这个曾经凯瑟琳最信任的仆人正在树林里和凯瑟琳的哥哥幽会。凯瑟琳听到黑小哥得意地说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资助，两个凯瑟琳最信任的人就这样背叛了她。凯瑟琳独自来到术士的小屋，一地狼藉，小屋已经被拆成了废墟。此时的凯瑟琳才是真正的众叛亲离。当她绝望地捡起地上的小草人，术士居然出现在眼前。凯瑟琳伤心地说自己被耍了，术士给她抬了个凳子，说不会撇下她离开。尤其现在凯瑟琳正在被一群小人围殴。凯瑟琳看着那一串小草人，6个小草人分别代表着蒙莫朗西一派，
波旁家、吉斯家、拉西玛和亲哥哥，但是他不知道最后一个是谁。术士给了他一瓶药，凯瑟琳喝下药后做了一个诡异的梦，梦中有人生下一窝蛇递给他。术士告诉他，那这第6个人就是下一代中的一个，但不确定是不是凯瑟琳的孩子。当凯瑟琳回到皇宫，吉斯公爵夫人就带着玛格上门宣布这门婚事，并把玛格和自己将军儿子之间的关系美其名曰爱情，同时提出愿意为皇室筹措钱，来填补新皇宫的财务漏洞。凯瑟琳暗示女儿，如果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呢？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玛格一脸执着地称自己绝对是为了爱情而嫁给弗朗将军。这样一来，凯瑟琳无法拒绝，于是表示这还得国王同意，自己愿意去帮助说服国王。玛格开心至极。凯瑟琳明知这是一场悲剧，但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包括自己的女儿也不例外。随后凯瑟琳来到教堂，随意的聊天，实则打探。这个曾经满眼是钱和女人的主教变得对信仰虔诚不已，而且他不肯说一句伊迪丝的坏话。于是凯瑟琳把国王生病的消息透露给他。The king is ill. 接着凯瑟琳安排宫女从天主教协会的教士处拿到了吉斯加想通过婚姻推翻瓦鲁瓦王位的证据。 Your country will not forget your service. 拉西玛发现自己失宠了，但他压根儿没打算坦诚相待。凯瑟琳告诉他是否还记得自己的第1堂课，也就是第1季第1集中不要相信任何人。 Trust no one. 拉西玛满脸不屑。 Trust no one. 他已经有了凯瑟琳亲哥哥的邀请，相比之下，即将失势的凯瑟琳的信任毫无吸引力。凯瑟琳问他，新皇宫的账目是否查清楚了？拉西玛马上说，那些账目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回答清晰地表达了他的选择。 She chose hers. 这些事儿做完后，凯瑟琳来找儿子安茹。这个倒霉蛋自知闯了祸，正蜷缩在角落独自苦恼。凯瑟琳向儿子道歉，称自己不该强迫安茹改变。不论如何，一个健康自信的儿子才是瓦鲁瓦王族的希望，而且这是最后一个了。凯瑟琳请求儿子原谅自己曾经的无知，同时希望儿子在某一天，当自己发出召唤时，能够义无反顾地回来帮忙。说完，他吻别了儿子。安茹心生喜悦。这次枢密院会议非常凄凉，一半的人投靠了伊迪丝。查理九世有气无力地表示，一切都完了，打是打不过的，现在只有自己亲自去跟伊迪丝见个面，争取和平。为了促成这个谈判，连蒙莫朗西都受洗成了新教徒。红衣主教一听，长舒一口气，大表赞同。查理九世认为自己也应该受洗成为新教徒，然后再娶一个天主教国王的孙女，这样就两边都安抚了。弗朗将军坚决反对，但凯瑟琳却意外地支持，不仅支持，还表示愿意陪同前往，献上祝福。临了还不忘夸赞儿子大了，能自己做主了，母亲深感欣慰。这欲擒故纵的战术用的真是炉火纯青，看来凯瑟琳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说走就走，凯瑟琳跟着儿子来到树林。伊迪丝带着一半的枢密院大臣，别着象征自由的树叶标志，傲慢地迎上来。 You are most welcome. 反倒是国王低头行礼，皇太后更是放下身段下跪做文手礼，表示是来寻求和平的。伊迪丝根本不回礼，并提出要和皇太后私聊，这让国王瞬间尴尬了。伊迪丝没想到皇太后会亲自来。凯瑟琳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条件，用国王儿子加入新教来换取和平共处。伊迪丝嘲笑，一个将死的国王根本就是拿来骗人的。凯瑟琳马上说，那就用玛格和波旁家亨利的联姻。国王死后，安茹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波旁家两兄弟都是墙头草，只有波旁家的亨利是虔诚可信的。他们一结婚，自己就把摄政权一起交给伊迪丝，这样法国王庭的真正控制者将会是伊迪丝。这真是一场豪赌。 泼天的富贵就这么轻而易举地交给了伊迪丝，这让圣女有些不敢相信。她试探凯瑟琳怎么可能那么随意把王国拱手相让。凯瑟琳真诚地表示，自己早就厌倦了宫廷的尔虞我诈，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儿女们的性命。至于王国、权力和富贵，通通都是身外之物。而且她相信圣女一定不会拒绝的，圣女不会真的认为一切权力、富贵都在天堂吧？伊迪丝淡淡一笑。
拉着凯瑟琳去见那些等在外面的信徒们。凯瑟琳也平静地跟了出来，观看着国王儿子的洗礼，并从容地和叛徒们打招呼。看来大屠杀即将开始了，这一集把屠杀前的气氛渲染得足足的。身为皇太后和当朝国王来到树林向伊迪丝示弱，这身段放的真是极低了。凯瑟琳把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玩得纯熟，对每个人都屡试不爽，应了那句古话：水至柔至刚，不与万物争，而无坚不摧，无为而无不为。不过对吉斯加洛林主教皈依新教以及查理九世皈依新教的魔改都是历史中没有发生过的，这两个人根本不可能，也压根儿没有皈依过新教。玛格在知道自己被嫁给波旁家的亨利后，歇斯底里的大发脾气。查理九世对妹妹心疼不已，表示会想尽办法阻止这场婚事。No, you will not. 吉斯公爵夫人眼看着计划落空，如果玛格成功嫁到波旁家，那就意味着王位会被波旁家夺去，吉斯家的洛林主教就会被烧死，弗朗将军和自己也会被流放，然后惨死在仇人的暗杀里。他想到一个破釜沉舟的办法，就是让弗朗将军去获得玛格的贞操，然后以此来破坏这门婚事。他安慰儿子不必真的这么做，只需要弗朗将军给玛格写封信，单独约他出来，并把谣言放出去就好了。弗朗将军再三犹豫，为了弟弟和家族的存亡，他决定听从母亲的安排。无论他对玛格多么有好感，也不可能比即将覆灭的家族更重要。国王真的来找母亲，要求取消玛格与亨利的婚事，母亲拒绝了。查理九世认为自己都已经皈依了新教，玛格这门婚事根本就不必要。母亲直言，查理九世命不久矣，所以这门婚事才是真正的和平交换条件。国王对自己身体的状况并不意外，只是没想到母亲竟然也知道。他干脆横下一条心，反正横竖都是死，大不了就打仗，无论如何都要换取玛格的自由，哪怕把法国夷为平地都在所不惜。一向软弱的查理竟然那么决绝，而且儿子对自己的误会那么深，认为自己就是蓄意想要破坏儿女们的幸福。拉西玛匆匆送来了吉斯加弗朗将军给玛格的信，凯瑟琳让把信送去给玛格，这令拉西玛吃惊不已，但还是照做了。胡安娜为了婚事匆匆来找凯瑟琳，见面就吞吞吐吐地说自己听到谣言称玛格已经被玷污了，吉斯加的弗朗将军与玛格之间有暧昧关系，所以这门婚事难以成行。凯瑟琳装作吃惊，在得知这是吉斯公爵夫人传出的消息后，马上表现出义愤填膺，发誓要彻查此事。如果女儿真的已非完璧之身，那么自己会第一时间解除婚约，并把女儿送去修道院。对此，胡安娜甚为满意，她希望自己的儿媳妇儿是个不通人事儿的懵懂女孩。凯瑟琳马上赞同，并邀请胡安娜和自己一起微服外出逛街。胡安娜在英国与伊丽莎白女王也干过这事儿，于是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夜晚，安茹来找哥哥。国王哥哥恭喜安茹即将如愿登上王位。安茹觉得自己这个同性恋根本没有戏，哥哥安慰她，那只是出生时的一个小错误，这让安茹倍感意外，也对哥哥的感情瞬间拉近了不少。凯瑟琳忽然驾临，看到两个孩子病逝前嫌，很欣慰。然后他告诉查理九世，自己之所以执意要把玛格嫁给亨利，是因为玛格和弗朗将军走得太近，有传言称她已经不是处女。眼看儿子不相信，他索性告诉儿子，现在弗朗将军就在玛格的房间里。查理九世匆匆来到玛格的卧室，破门而入，正撞上两人在床上缠绵。盛怒之下，查理九世赶走了弗朗将军，然后要求玛格必须嫁给亨利。玛格想反对，但这次查理九世彻底不再相信他，认为他就是假装清高，假装与众不同，实则是个不顾后果、肆意妄为的骄纵女孩。玛格指责哥哥跟母亲一样蛮横，查理九世忍不住甩了玛格一耳光。
他对妹妹的失望已然转变成冷漠。妈格就和宫廷里其他人一样，不再纯洁善良、洁身自好，那就干脆撕破他伪装的外衣，扔到本该属于他的命运里去承受每个人都在承受的无奈和痛苦。查理不想再看妹妹，扭头拂袖而去。凯瑟琳进来看望女儿，妈格向母亲求救，可惜一切再也没有余地。母亲早就教过女儿，可女儿根本不懂得世道艰险，人性复杂，现在谁也帮不了她。人生里的一些亏一定是要自己去吃的。胡安娜按照约定来到城里一家手工品店，凯瑟琳迟迟未到，仆人要及时女儿冒充店员出现在这里。他一边恭维着，一边拿出一双手套推荐给胡安娜。胡安娜爱不释手地戴上，可紧接而来的灼痛感让她非常痛苦，慌乱中又无法摘下手套。就这样，短短几分钟，胡安娜就一命呜呼了。她的遗体被送往新教徒营地，拉西玛紧随而至，转达凯瑟琳皇太后的哀悼。波旁家当场就指责这是凯瑟琳安排人干的。拉西玛根本不理会他们，直接问伊迪丝是否会准时参加亨利和玛格的婚礼。波旁家奋力阻止。拉西玛拿出一份皇太后签署的摄政权转让书，递给伊迪丝作为保证。虽然这份文件的正式生效还需要查理九世签字，但查理九世已经受洗新教，签字只是早晚的事儿。波旁家的胖子觉得不可置信，安托万试图阻止儿子，可年轻的亨利暗恋玛格，对这门婚事充满了期待。伊迪丝满意地接过文件，让拉西玛转达婚礼将如期举行，然后大声地向信徒们宣布。众人欢呼着，新教圣女将入主法国皇宫，欢呼着新教的全面胜利，甚至连叛变的陪嫁女佣都向自己的小学徒儿子感叹：伊迪丝竟然能够打败凯瑟琳皇太后。此时，凯瑟琳正坐在花园里享受着疾风骤雨前的平静。黑小哥来向凯瑟琳辞行，新皇宫建设完成，他会按计划启程去美洲大陆。凯瑟琳客气地表达自己的不舍之情，然后邀请黑小哥参加完玛格的婚礼之后再走。黑小哥爽快地答应下来。眼看婚礼无法阻止，波旁家的胖子嘱咐侄儿一定要提防女人，女人的话都不能相信。看来他是被伊丽莎白女王伤得不轻。父亲安托万则婉转地希望儿子最好别结这个婚，远离宫廷的尔虞我诈。殊不知，儿子一脸期待地表示，自己就是喜欢这种身处政治漩涡的感觉，既兴奋又刺激，这一切都很合适自己。因为这种环境让他可以理性地看着别人因为情绪激动而错误百出，这真是有趣极了。这番话让老爹很无语，他觉得儿子就是脑子出了问题。另一边，吉斯公爵夫人要求儿子在婚礼现场当众宣布与玛格有私情，要是儿子敢违抗，那么他就会亲手把主教儿子丢给天主教协会烧死。这个威胁也真是没谁了，用一个儿子的命去威胁另一个，好像都不是他亲生的一样。盛大的婚礼在教堂举行，伊迪丝带着信徒们浩浩荡荡地进了城，沿途的天主教家庭纷纷关门闭户。玛格在安茹公爵的陪伴下走上了婚礼红毯，一众人丝毫没有新婚庆典的喜悦。吉斯家的洛林主教主持婚礼，吉斯公爵夫人提出异议，表示自己的儿子弗朗将军有关于玛格公主清白的证词，可弗朗将军马上否认，坚决地表示自己没有要说的，搞得吉斯公爵夫人尴尬地退了回去。婚礼继续进行，接下来主教询问亨利和玛格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婚姻，亨利爽快地答应了，但玛格迟迟不肯点头。凯瑟琳使了个眼色，安茹大步上前，把玛格的头按下去，表示同意。玛格真是欲哭无泪。教堂的钟声响起，结婚礼成的钟声传遍了巴黎的每个角落。夜晚，伊迪丝带着全副武装的信徒来到皇宫，要求马上让查理九世在摄政权文件上签字。凯瑟琳安慰他，只要新婚夫妻圆房之后就可以，并表示进入皇宫需要卸掉武器，自己都撤掉了卫兵以示诚意。伊迪丝不太情愿地答应了。看着卸掉的武器，凯瑟琳心满意足地转身进入皇宫。
接着，他约见了蒙莫朗西，直言他不相信伊迪丝拿到摄政权后会善待法国。蒙莫朗西也接受这个结论，但他无可奈何，在法国和养女之间，他已然选择养女。他希望凯瑟琳皇太后跟自己一起离开王庭，从此退休，隐退乡间。于是凯瑟琳让他在仪式结束后到后院等自己。羞耻的圆房表演又一次上演，玛格忐忑地走进来，她已非处女，被发现是迟早的事儿。查理九世很尴尬地宣布仪式开始。兴冲冲的亨利看到满脸泪痕的玛格，忽然心生不忍，当场宣布自己结束了。安茹感叹真快。凯瑟琳满意地通知大家可以去参加婚宴庆祝了。这一仪式又一次草率地敷衍过去。一切都按照凯瑟琳的计划在进行，序曲慢慢拉开。吉斯公爵夫人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她极力把老情人安托万留在身边，胖子只好独自去参加婚宴。玛格根本没有参加婚宴的心情，亨利体贴地留下来陪伴她。拉西玛与黑小哥约定婚礼后就私奔，没想到刚回房间就被反锁在屋里。凯瑟琳找查理九世签署了摄政权移交的文件，然后把西西带来陪伴儿子。 Your Majesty. 药剂师女儿给安茹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动手的时间。安茹公爵这个眼神真是帅呆了，这部剧里他真是最帅的一个，成功圈粉。宴会热闹地进行着，查理九世为新婚夫妻敬酒。黑小哥没见到拉西玛，有些惴惴不安。同时，他从盘子下发现了自己送给凯瑟琳的项链。蒙莫朗西为了赴约提前离席，走的时候拍了拍伊迪丝道别。看着这一切歌舞升平的样子，伊迪丝放松了警惕。他询问凯瑟琳什么时候正式宣布自己的摄政身份。凯瑟琳起身表示现在就宣布。然后他拿起一把餐刀，果决地一刀划开了伊迪丝的脖子。随后他就平静地离开了宴会。安茹带着一众剑客鱼贯而入。蒙莫朗西在后院终没有等到凯瑟琳，却等到了致命的一刀。第一集中，凯瑟琳就捅了他一刀，没把他捅死，侏儒刺杀也没有成功。这一次，他终于还是死在了凯瑟琳安排的刺杀之下。欢乐的婚宴瞬间就变成了地狱。温柔的伊人们转身就是逃命恶鬼，所有杀手都以吉斯家的名义实施屠戮。术士也参与其中。没多久，整个宴会厅就安静下来。幸存的查理九世认出了弟弟安茹。当安茹推开婚房要杀死亨利时，玛格起身阻止。他誓死保护亨利的坚决让安茹住了手。玛格带着亨利来见母亲。凯瑟琳平静地承认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安排。玛格赌气地声称自己就是要保下亨利，以此宣誓从此以后事事都会以违抗母亲为目的。凯瑟琳毫不介意，女儿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赌气对别人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查理九世指责母亲毒蝎心肠，母亲平静地把同样的选择放在儿子面前，那就是那些在城里狂欢的新教徒，明早醒来就会得知这场宫廷屠杀，他们都会揭竿而起，到时候大家可以选择用生命赎罪。查理一听就愣住了，面对生死，他最终选择把那些新教徒杀死在睡梦中。凯瑟琳满意地笑了。全副武装的士兵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一场全城的杀戮开始了。清晨，整个城市血流成河，尸骸铺满街道，河水里飘满了浮尸。波旁家的两兄弟死里逃生，伊斯家成了背锅侠。天主教联盟一众主教被作为凶手吊死，吉斯两兄弟等待审判。红衣主教咬牙切齿地希望这世上没有上帝，这样自己就可以亲手杀死凯瑟琳。拉西玛因为怀孕而免于一死，而她生下孩子后的命运似乎也并不乐观，一切都以暴力作为结束。
凯瑟琳向大家解释，经过这场屠杀后，母慈子孝，夫妻恩爱，家庭幸福，王国繁荣昌盛，国王身体健康，不健康也没有关系，反正后背有人。总之，若要一切如意，必有一场献祭。这一次，凯瑟琳用半个城的人命豪赌一场盛世，她能否如愿呢？且听下集分解。可惜目前的消息是不会再有下一季了，第3季被星光电视台退订了。因为第2季的收视率不高，很遗憾要与本剧道永别了。本来我还非常期待安如公爵在下一集的精彩表演呢，看来只能去关注她的新剧了。好消息是，本剧的编剧兼制片人贾斯汀·海瑟和制片人埃尔文·斯托夫将制作本剧的衍生剧《伊丽莎白女王》，主演很可能就是本剧中饰演伊丽莎白的女演员米妮·德莱福。不过还是很希望《毒舌王后》第3季能够有峰回路转的机会吧。好的，本集真是很精彩，让人意犹未尽。如果它是本剧的终章，也算是一个很棒的结束了。在历史上，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并没有发生在玛格与亨利新婚当夜，而是发生在婚礼的5天后。策划发动者是吉斯家的亨利。这场大屠杀一直从巴黎市延伸到巴黎市郊外的村镇，持续了多个星期。死亡人数没有被具体统计过。天主教与新教双方争论的死亡人数差距甚大，从2000到7万人之间。唯一确切的数字是当时的巴黎市政府支付给工人用于在1周内收集和埋葬冲刷到城市下游塞纳河岸的1100具尸体的费用，以及其他有付费证明的尸体数量。显然，这与真实的死亡数字相去甚远。纵观历史，宗教引发的战争一直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噩梦。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任何宗教的产生及其追求的终极目的，不就是让人摆脱痛苦和困惑吗？可偏偏一个救苦救难的存在，却成为战争和痛苦的源头。也许我们只能寄希望人类在100年或1000年之后，找到一个超越宗教的存在，来求得精神的救赎和心理健康。毒舌女王的故事逻辑真是非常严谨，信息量也很大。开场第1集就设计了一个小高潮，把吉斯家和波旁家2家的争斗推上了顶峰。2家的权力之争，同时也是天主教和新教的信仰之争。这个危机威胁着凯瑟琳想要维护家庭和国家平安的目标。但刚开始，在吉斯和波旁2家的矛盾里，吉斯家是强势的一方，他们手握军权和天主教的教权。如果两边直接硬刚，显然吉斯家的胜率比较大。于是为了让双方势均力敌，摩莫朗西因为养女的关系而站在了新教一边。凯瑟琳的陪嫁女佣也成为了新教教徒。而在这起冲突里，摩莫朗西以为痛失爱女，而与吉斯家水火不容。陪嫁女佣的学徒也受了重伤，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就变得不那么容易调和了。说到这儿，这个陪嫁女佣就是那个异教徒美女，曾与老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有过一个私生子。瞎猜一下，这个学徒有可能就是他的那个私生儿子吧。凯瑟琳在这一集暂时勉强解决了火灾的冲突，然后又牵出了一主一副2个故事线。副线是波旁家主持与英国的贸易谈判，主线是凯瑟琳要筹钱修建一个宏伟的宫殿。为了这个新目标，凯瑟琳不仅找来了老对头戴安，还必须暂时离开法国。这就让第1集中铺垫的来自儿女们的矛盾这条副线有了发展的机会。亚历山大·安茹对哥哥查理9世的王位虎视眈眈，玛格的孤芳自赏和理想主义自带着惹麻烦的气质。国王查理9世又是一个软弱没有什么主见的人，离开了凯瑟琳的强势压制，那么来自家庭内部的不稳定，以及吉斯和波旁2家脆弱的停火协议，都有可能产生可怕的危机，破坏掉凯瑟琳美好的和平愿望，但同时也会带来令人期待的精彩故事。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一集中烧死了那么多人，只有玛格表现出了同情，其他人都冷漠无比，更甚至是吉斯家作为始作俑者丝毫没有任何愧疚。波旁家也只是拿这些死去的冤魂作为自家争权夺利的筹码，甚至凯瑟琳也以大局为重，忽视这些生命，而且还保护了凶手。真是把权力巅峰的这些人的冷血和自私刻画得很深刻。这一点很值得那些把现代的价值观强加到历史人物身上的剧集好好学习一下。
Even from beyond the grave, my husband finds ways to humiliate me. 权力之争永远是宫廷剧的主要矛盾，毒舌女王也不能例外，只是这一次都是亲生儿女。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季新出现的重要人物。在上一季末尾登基的少年国王，现在已经成年的查理九世，他是凯瑟琳的第3个儿子，因为他原名叫夏尔·马克西米连，所以他也被称为夏尔九世。亚历山大·爱德华王子是凯瑟琳的第4个儿子，他被哈布斯堡家族选为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在哥哥亨利9世死后，他回到了法国担任国王，也就是亨利3世，之后被刺杀而死。本片中的赫拉克勒斯应该是凯瑟琳的最小的儿子弗朗索瓦·德·美第奇，他同样和哥哥亨利3世一样受封为安茹公爵，所以在本片中把亨利3世称为安茹公爵就很容易跟他搞混。弗朗索瓦·安茹曾按照母亲凯瑟琳的计划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求婚，当时弗朗索瓦·安茹才20出头，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已经40多岁了。凯瑟琳是希望儿子通过婚姻名正言顺地继承英国国王的位置，可惜最后失败了。弗朗索瓦·安茹于29岁死于霍乱，这场求婚是他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了。伊丽莎白公主是凯瑟琳的大女儿，从小被父亲指婚给英国亨利8世和简·西摩的儿子爱德华6世，可惜这位英国国王还未成年就死了。之后她改嫁给了圣罗马大帝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2世。玛格公主全名叫玛格丽特，她是凯瑟琳活下来的孩子里最小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波旁家安托万的儿子亨利。这场婚姻就是一场政治联姻，为了化解天主教和新教的矛盾。可没想到亨利与玛格的婚礼成为了血色婚礼，新教胡格诺派信徒万万没想到，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庆祝的婚礼成为了他们的葬礼。凯瑟琳的女儿伊丽莎白所嫁的腓力2世在历史上可不是脑瘫，虽然他没有他父亲神圣罗马大帝那么能征善战，但西班牙却是在他治下达到了巅峰。神圣罗马大帝退位时，把他的帝国留给了弟弟和儿子腓力2世。腓力2世得到了西班牙、尼德兰、西西里与那不勒斯、弗朗施孔泰、米兰及全部西属的美洲和非洲殖民地的庞大领土，并由此开始了他40余年的漫长统治。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葡萄牙王国诺昂3世之女，第二任妻子是英格兰的玛丽1世，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同父异母的姐姐。第三任就是凯瑟琳的女儿瓦卢瓦的伊丽莎白，他俩相差18岁。结婚时伊丽莎白只有14岁，还是未成年少女啊。她和腓力2世生了2个女儿，两人的婚姻也就持续了8年的时间。伊丽莎白就因产后身体虚弱而去世。本剧中的蒙莫朗西全名是安妮·德·蒙莫朗西，她是第1代蒙莫朗西公爵，也是辅佐了弗朗索瓦1世、亨利2世、查理9世的3朝元老，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蒙莫朗西根本不可能皈依新教，历史中他一直都是天主教徒。不过他的儿子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新教徒领袖，而且还是一员猛将，几次在宗教战争中带领新教徒抵抗天主教势力。这里要提一嘴波旁家安托万的儿子亨利，他后来成为结束瓦卢瓦王朝、开启波旁王朝统治的第1个国王，被称为亨利4世。他最著名的就是从新教改信了天主教，正是这个举动让他成功登上了法国王位。后来他颁布了著名的南特赦令，赋予新教徒一定的宗教自由，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法国宗教战争。他有一句名言：巴黎值得一场弥撒。这句话是为了解释他皈依天主教的决定，传达了亨利4世作为国王的务实态度，那就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与和平，为了获得巴黎及全国人民的支持，他愿意在宗教信仰上妥协。不过也别说这么伟大，要不改信天主教，这王位最后是谁的还说不定呢。不过结束了法国多年的宗教战争也是事实，这和英国亨利8世为了离婚带领全国改信新教还真是异曲同工，也说明宗教信仰只是为这些国王的权力服务的工具罢了。凯瑟琳开口借钱的斯特罗奇家族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显赫的贵族家族，以其在金融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著称。这个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著名，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足以与美第奇家族媲美。费利佩·斯特罗奇是斯特罗奇家族中最著名的成员之一，他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和政治家，他也是斯特罗奇宅邸的主要设计者和建筑赞助者。
这座宫殿是佛罗伦萨市中心的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杰作，用以展示他的财富和家族的荣耀，也象征了这个时期佛罗伦萨的文化高峰。所以凯瑟琳向这个家族贷款，大概也是影射他想建造一栋展示瓦卢瓦家族和美第奇家族荣耀的宫殿。要说这个意大利的斯特罗奇家族与美第奇家族一直存在激烈的权力和财富斗争，费利佩本人也因政治斗争而遭受挫折。1538年，费利佩·斯特罗奇在与美第奇家族的斗争中败北，不久后便去世了。凯瑟琳说，他们美第奇家也是开银行的。这说起来应该是指美第奇家族在银行业成功的奠基人乔瓦尼·德·美第奇，他是凯瑟琳的曾祖父，他创立了佛罗伦萨美第奇银行。凯瑟琳的曾祖父科西莫·德·美第奇通过灵活的金融手段和政治策略，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凯瑟琳的曾祖父洛伦佐·德·美第奇不仅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和银行家，还支持了很多艺术家，如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和达芬奇，使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文化中心。但是到了凯瑟琳的祖父皮埃罗·德·美第奇，则开始走了下坡路。皮埃罗继承了父亲的地位，但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很失败，最终在1494年被赶出了佛罗伦萨。然后就到了凯瑟琳的父亲以及凯瑟琳的故事，这在上一集一开始有提过，我们就不赘述了。至于美第奇的这个同父异母的黑小哥，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记载，这个人物应该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好的，今天就瞎扯到这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Thank you.